大家早安，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最熟悉的香港机场了。上次帮大家开箱过的是 The Pier 头等贵宾室，那香港机场国泰航空是有2间头等贵宾室的，另外一间即将于今年2025年的5月开始要整修，所以我们趁整修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整修前的样子。那这一间是 The Wing， 它的位置的话是在1到4号 gate 这边的上方。那如果是从香港直接出境的话，就是过了海关行李检查之后出来，只要左转走到底就可以到了，就这条长廊。那转机的话，待会儿跟大家说怎么样到这边。那我们就进到贵宾室喽，环宇堂的 Wing 头等贵宾室。现在是清晨10分，因为现在是5点多。我今天搭红眼航班，所以是很早就到新加坡飞往香港的这一班，所以我们现在刚好趁没人的时候，先带大家很快把外观看一次。这边有一些办公的桌椅，那这一区的话就是很多舒服的座椅。不过大家看到，就是这个就跟的 Pier 装潢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，这是旧式的国泰贵宾室的长相。那我们之前看到的像是曼谷啊、新加坡啊、上海啊、台北都是翻修过的，那格局都是跟的 Pier 一样。那这边酒吧也是像这样简单版本的，那它是个长形的。那商务的话在楼下，头等的话在楼上。那商务办公区还有一区，那这一区就是最后走到底的这一区，还有一区像这样子的空间。我们先趁现在人比较少的时候，我们先赶快把空间先绕一圈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待会儿再来。我们先利用早上这个人比较少的时间，那第一件事当然要去哪呢？既然来到 The Wing，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去卡巴纳。我想卡巴纳是很多玩里程的，就是心中梦寐以求的东西。那这是国泰航空在香港机场贵宾室算是洗澡的顶尖体验了。走，我们现在一起去看。这个我想可以说是机场贵宾室洗澡的天花板了。对，一进来的话，这边一样是有一个厕所的设计。然后走进来的话，大家看到就是会像这样，那它里面就是一个真正的浴缸在前方。然后这边是有一个简单的洗手台，然后这边镜子。那这边除了浴缸之外，还有一张像这样子的躺床。所以这其实就是跟我们上次在的无影开箱的那个睡觉的地方，那个悠然居其实是一样功能的，只是说这边的间数比较少，因为它跟浴缸结合在一起，变成是一个复合型的超级高级的设施。它这个浴泉居的话，间数是非常非常有限的。我们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下，应该是只有5到6间而已。那因为这个非常占空间，大家看到就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这边的洗澡用品也都是 Benfold 的部分，这就是非常多人会喜欢来这边洗澡的地方，就是这真的是非常顶尖享受啊。那我们就坐在这个舒服的浴缸旁边，坐在这里面好像太难看了啊，我坐这边就好了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这个贵宾室的来的方法哈，因为这个必须跟大家说明一下。因为香港机场的话，它是有那个电车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这边2个 Y 字形倒过来接起来的图案。但是它的电车的话，如果你是在离境这一部分的话，它只能从数字小的地方往数字大的地方走，反向是没办法做的。所以呢，这一间因为它就在1到4，那我刚刚讲它在一出境的左手边的地方。如果你是转机的旅客的话，那你要看的指示的话是 ABCDE 的1，然后数字的2，所以你要往1、2的转机口是最近的。你在1、2的转机口过了转机通道，过完行李安检之后，直接搭电梯，不要坐手扶梯。因为手扶梯的话，你会上到离境楼层，那贵宾室会再上一层楼，你还要找电梯爬上去，你就直接搭电梯，搭到最顶那一层就是
检查完海关出来的地方，然后直接往右手边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走到底，像我刚刚影片那样就会到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转机的朋友的话，那你要记得，如果你停的 gate 刚好就在这个数字比较小的这一区，好，就是1到20的话，那就直接走到1、2没有问题。那如果你是在数字大的那一边，好，因为国泰也常用 pier 那一侧的嘛，就是60几啊、40几啊那样子的 gate 口的话，如果你在数字大的那一边下飞机，你一下飞机之后，你第一个看到的转机口，或者是那边的转机口是 W 转机口 ，West 西边的转机口，那边也有2、3个转机口。如果你要来这一间的 Wing 的话，你千万不要从那一边转机口上去哦，因为你那一边转机口上去之后，你就只能真的靠步行，要走非常远的路，才可以从那边走回数字小的这一边。你要穿过整香港机场全程。所以正确做法是，如果你转机的话，你在数字大的 gate 口下了飞机之后，你要先在那边搭电车，因为入境是可以往回搭的，也就是它出境这一边的电车只能从数字小往数字大搭，入境那一边只能从数字大往数字小，它的列车是单向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在数字大的那一边的 gate 口下了飞机之后，你要来这间环宇堂的话，你一定要先搭电车，搭回1的 East 这一边，然后电车下车之后，再走到1、2上来才会到这一间，你才可以不用走太多路。否则你如果看到转机口就直接进去，然后直接上到楼层，你就发现哇，我要走好远的路才会回到 The Wing。所以这一间的话就有这个问题了。那 The Pier 为什么没有这个问题呢？因为 The Pier 它在60几，在数字最大的那一边，所以你的任何一个转机口上来都没有差。因为你上来之后，如果你在东边，你是有车可以往西边搭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对，所以如果你要去 The Pier 的话，就不用注意交通；但如果你要来 The Wing 的话，就要特别注意了。那也蛮多人的话，就是如果在离境楼层他转机的话，他找不到这一间。你真的如果找不到的话，还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因为你要上到这一层楼的话，它是贵宾室。那另外一侧，我们1到4的这一边就是 Y 字形的这边这一侧是环宇堂，另外那一侧就是澳洲航空贵宾室跟国泰玲珑堂的另外一侧。很多人不知道怎么上来，你呢？因为这一层楼上面中间这一区就是 Disney Store 跟一堆吃的东西，所以你要先往吃东西的地方就可以找到上来的电梯了。或者还有一个方法，你直接走到 Gate 1到4。那一边的话，有一个贵宾室的入口，那边是商务区的，你可以从商务区的进来，然后坐里面的电梯上到楼上的头等，这样也是可行的。所以以上就是几个方式跟大家说这间到来的方式。那这一间我觉得趁整修前来拍是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回忆，因为这间环宇堂就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进的航空公司贵宾室，就是这一间贵宾室，就是这一间贵宾室。因为那时候这一间是最原始的 ，The Pier 他们都是后来新改，所以我刚刚讲这间是原始的装潢风格，就国泰长这样子。那这间也是我开始用贵宾室啊，玩里程是等到我工作之后的事情了，所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进到国泰的贵宾室，应该是20岁吗？我20岁那时候刚好有机会跟了一个长辈，然后来香港去广州玩，然后回程的时候他就说他要去逛免税店，就丢了一张 lunch coupon 给我说，贵宾室你要不要去？我说什么是贵宾室？然后我就好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。对，那其实那个券是不能转让的啦，不过当时就是他就把券丢给我，叫我再进来体验这样子。哇，我那时候第一次进来真的是。哇，刘姥姥进大观园呢，就是哇，好新鲜哦！所以会开启我之后想要玩里程，想要搭商务舱，然后想要体验各种航空里程。我觉得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初衷的那个起点就在这里。也可以说今天会开这个频道，然后拍这些影片，所有的起点都是从环宇堂开始的。对，那环宇堂要整修了，那当然是把握机会，总要来拍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地方，对我而言来说啦。
那接下来就是洗澡时间咯。搭了红眼航班，有稍微睡一下，但当然还是蛮累的。这时候洗个澡是恢复疲劳最好的方式，所以我等下就会洗个澡。顺带一提，备品的部分呢，就跟的 Pier 那边是完全一致的。就除了有 Benford 的洗手乳，然后 lotion 之外，也是有 face cleanser 跟这个 face mist。那上次我在玉衡堂那一集介绍过了，我今天不赘述咯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，回去看一下那一集，我们的011就是国泰航空系列第1集哦，回去看一下。那 Benford 也是全套的。那现在就是洗完澡的清爽时间了，对，很舒服。那我们就准备去带大家看一下早餐会给什么东西呢？这是环宇堂的用餐的环境，就会像这样，也是个餐厅形式。当然就没有玉衡堂新的装潢这么漂亮，不过也是很舒适的，就像个餐厅一样。座椅的分布稍微是比较密了一点嘛，好，就是桌跟桌之间稍微密一点，不过仍然还是很舒适的。毕竟这一间就是人潮尖峰时刻也是很多的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不一样之处。这边跟玉衡堂不一样的是，它虽然有单点的食物，但它也是有一个像这样简单的自助的吧台区。那早餐的话，就是这些面包啊、起司啊、塔类都是有的。那另外的话，它这边是我比较喜欢的，就是它早餐部分的话，这边是可以让你自己拿的。那这个在香港的话，这个虾饺是一定很好吃的，绝对没问题。然后还有像这边就会有像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像这样子的东西，这是炒的节瓜，然后这是青菜，然后再就是瑶柱蛋白炒饭，然后这边大概就是冷的部分了。西式部分的在外面，待会儿我们再去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坐下来用一点早餐的部分。大家在刚刚看了，它除了有单点的部分，但它也有就是整套的自助餐。那早餐的话，我觉得这样是不错的，因为那个 Chinese 的那个 set 啊，里面会有一些什么炒面什么一堆东西，那其实可能不是每个都是我想吃的。那它是一个 set， 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讲说你只要什么什么什么啦。但我觉得自己去拿比较简单，而且有时候就是从国外这么多天回来，就其实大鱼大肉吃太多，就是想吃点青菜。那你看他今天青菜选择很多，对啊，你看像我刚刚就拿了，他今天有这个炒这个脆瓜，还有就是我最喜欢的娃娃菜。饮料部分的话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除了气泡水、咖啡这种基本款之外，来这边蛮推荐大家喝这个的。这次我就尽量介绍跟上次玉衡堂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冷压果汁，它是苹果做底的。那这个我觉得很好喝，他们这边的招牌的冷压果汁。然后再来就是因为他们会做开塞迪赖嘛，那大家说开塞迪赖是奇异果为底，所以他们的新鲜果汁里面会有奇异果汁，所以我会点新鲜的奇异果汁。那新鲜果汁它真的就是什么柳橙的这一大堆嘛，但我觉得奇异果汁是比较特别的，我会点这个。那我点的 omelette 来了，所以我就会像这样子再点一个 omelette 做搭配。环宇堂的话，我会习惯这样吃。对，那当然中午之后它有别的菜单啦，就是跟玉衡堂一样，不过这边就没有那些联名款的菜色，是一些基本菜色。不过也是有都很棒的，像有人说在这边也吃过什么油封鸭腿啊，就是很多也是很厉害的食物。所以今天给大家看的是早餐的部分。那我蛮喜欢早餐的那自助吧台的，那我们就先用早餐，等一下我们吃完之后在外面再绕一圈。那外面的话是西式的 buffet， 在外面那一区。等一下带大家看一下，还有大家想知道，如果想在环宇堂，如果想吃 ice cream， 要去哪里拿呢？待会儿跟你说，我先吃东西。那走出来之后的左边这一侧就是西式的自助餐，好，那当然就是面包啦、可颂。这边的可颂还行啦，然后果汁饮料也是很多。刚刚的冷压果汁真的是很好喝。我如果搭国泰的长程线，在飞机上我也会喜欢喝那个，那在飞机上面也有。然后国泰的苏打饼干啊，招牌的，然后面包，然后再就是热食的部分了。这也是培根，然后这个很好吃，他们都会有这个咸派，咸派很好吃。然后再来就是水果啦，各种冷肉这基本上一定有的。然后这个起司也看起来是不错的。然后这边还是有一些热菜，所以这边外面还有一份虾饺这边还有，所以里面有一份，外面还有一份。是一样的，跟刚刚一样的那个烧麦。
然后这边一样是有这个素菜的，然后一样有这个奶黄的，所以里面跟外面是重复的。所以如果不想在餐厅里面坐下来点餐吃，在外面这样简单拿也是可以吃到早餐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当然就是还有一个泡茶的区域，对，这边就可以选一些精选茶品。他就会帮你现场去冲泡这个茶，用一个茶壶装给你，这样子就会像这样。那这边是个泡茶，然后咖啡的区域。然后走到底的话，这边大家看到了，这边这个洞，这边就是往商务的。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说，如果你从那个1到4 gate 口的闸口商务门口进来，然后你就会走这个楼梯或电梯，那就会从这个通道就会进到头等来，因为这边就是跟商务连通的区块。所以如果你从1到4楼下，然后你搭电梯或楼梯进头等区，就会这样进来。所以这个环宇堂是头等跟商务连在一起的。玉衡堂的头等跟商务就没有相通了，它是完全是分离的2个区域。那这样食物部分我们就介绍完毕了。那这边这个区块是我如果等飞机，我会很喜欢坐在这边等飞机。这个是向外看的椅子，然后大家看出去，你看哇，那这边的话，你看到就是整排的国泰航空啊，整排的鱼翅啊。全部都是国泰航空，全部都是，因为这边的 gate 惯用都是国泰航空，包含这一侧。那现在由于这种清晨时段，那除了国泰自家之外，外航在香港过夜的航班，应该也没有到很多。对，我们的小花地球是有啦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就是整排全部都是很壮观的国泰就在这边，那在那看飞机是很舒服的，所以我会坐在这边，然后点杯咖啡，然后看飞机这样子。那这边改装之后不知道会长什么样子，不过还是蛮希望可以保留就是看飞机的这个 view。对，因为玉衡堂那边的话，它是在下面的楼层，就是登这个的再底下一层，所以没办法看到这种由上往下看到的这种全景。要由上往下的话，就一定要来环宇堂这边看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早上时段，通常这个位置啊，有时候还会出现一些像新航的380啊什么的，所以其实看飞机是蛮愉快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谜底要来揭晓喽。刚刚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要吃冰淇淋的话呢，是要跟酒吧的柜台索取的，跟酒吧的柜台索取。那这个酒吧算是比较迷你，不过酒吧有冰淇淋可以吃哦。那这边的座位也是蛮舒服的。洗手间的部分那也是一样的，洗手间里面全部的备品当然是标准 Ben4 没有问题，然后擦手的部分给的也都是毛巾那这边一样，这边的话厕所很多都像这样一间一间的，对，那这每一间的话里面也都是有洗手台整套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个厕所。那洗手间的样子就是像这样子咯。那我们环宇堂的最后，我们就用这一面，就是我最喜欢的这个飞机一整面的看飞机的地方，跟大家做一个总结了。这边的话跟玉衡堂比起来，就是少了休息的那个睡觉的地方，不过卡巴纳其实也可以代替。那当然里面的空间的话，玉衡堂比较大，那边比较新，但是这边仍然保有非常典雅幽静的一个环境。那所以而且如果你的 gate 口就在这附近的话，其实我觉得也不用特意跑到的 pier 去啦，因为反正在香港转机的机会其实也蛮多的，所以这间头的贵宾室也是非常的值得大家来，而且我们非常期待它5月份之后的改装哦。那5月份之后的话，一莲堂会重开的 Bridge， 那重开的当下，这间就会开始整修了。等整修完，一定会再来开箱的。希望它整修完之后变得比玉衡堂更厉害，那就太期待了。毕竟现在国泰航空正在努力的复苏当中，所以希望能看到有更好的贵宾室的产品跟机上的产品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集贵宾室还有机上再跟大家聊喽，拜拜。